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， 欢迎来到 Z Channel。你有压力，我有压力，人人都有压力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谈论这个 Brain Through 的第3章。其实压力呢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它会慢慢的让你失去这个学习的能力。所以到底什么是压力呢？今天我们就来看看。什么是压力呢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并不能通过事件本身去评估这个人是否会有压力。比如说同一个事件，面试，有些人去建工面试的时候呢，可以很轻松，但是有些人面试的时候呢，倍感压力。所以呢，其实压力这样东西，并不是通过事件本身就能确定它是否对一个人会造成压力，而是通过当事人的主观感应。那如果呢，以下3个因素同时发生的话呢，我们才能确定说这一个人正在承受一个压力的情况。第一个因素就是当事人是否有很明显的生理变化，而这生理变化呢，必须是连第三者都能看到、都能观察到的。比如说脸部表情变得很沮丧，比如说体重减轻等等。第二个因素，当事人呢会一直想要逃脱这个造成他压力的因素，而这个因素呢，对当事者来说呢，必须是感觉到厌恶的、讨厌的。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看到你心爱的人小鹿乱撞了，然后你想要跑走的话，这并不算是压力哦。第3个因素，失控的感觉，当事人呢必须感觉到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对他造成压力的因素。所以当以上3点同时出现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就在承受着压力啦。那当压力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呢？首先呢，大脑会让我们这个肾上腺产生2种激素，也就是肾上腺激素以及皮质醇。这2种激素呢，能够让你在短时间里面感觉到有力量，而且呢，能够把所有不好的感官都暂时的消除掉。比如说，包括你的疼痛啊、你的压力啊等等。那在以前的生活方式呢，当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社会的时候呢，我们所面对的压力往往呢都是短短的几秒钟。比如说你感觉到肚子饿了、压力了，你去找了食物来吃，那就把问题解决了。又或者是你被老虎追了，那这个压力产生了，你的肾上腺素呢，以及这个皮质醇呢的产生，让你瞬间能够跑很快，就把问题解决掉了，那么压力也就没了。所以在以前的世界呢，这个压力对我们的功效呢，是让我们可以继续生存下去。因为只要压力的产生，我们能够瞬间提高我们自己身体的能力，从而解决或者逃离这个压力的因素。这也是那个著名的 flight or fight theory。也就是呢，这个压力会让我们瞬间决定我们是要战斗还是逃离，而这个 flight or fight 的这个 response 呢，就主要是来自这2个激素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改变，还有社会的进步呢，现在我们承受压力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短短的几秒钟，而是呢能够长达好几年。比如说，你今天是一个学生，你准备去考试，当你在读书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很压力，然而你却不会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是呢必须等到可能几个月后你考完试了，你这个所谓的压力问题才会消失。又或者是呢，你是一个工作人士，然后呢，老板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项目，而在这项目的过程当中呢，你感觉到很压力，但是这个压力却不会消失，一直到几个月或者甚至几年后，你这个项目完成了，你的这个压力呢才会消失。这就导致了这个慢性压力的产生。而慢性压力到底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？主要有3点。第一点，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血管系统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肾上腺就会释放这个肾上腺激素。然而，如果长期有这个大量的肾上腺激素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呢，它其实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一定的损伤，从而留下这个伤疤。那这伤疤呢，就会吸引很多的分子来聚集，最终呢，它会变成一个斑块，而这斑块呢，就会导致我们血管阻塞，从而引起我们的心脏病啊、高血压啊等等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第2点，这个肾上腺激素还有这个皮质醇呢，也会攻击我们的免疫系统，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呢降低释放这个抗生素。我们体内自然产生的这个抗生素呢，其实就是保护我们，让我们避免被细菌攻击的一个系统。然而，长期的压力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产生这个抗生素，就导致了我们免疫系统的下降。所以，压力的人呢会更加容易生病。第3点呢，会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记忆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那刚才前面也有说
说到，其实少量的这个压力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，它会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。然而，如果长期有过多的这个压力呢，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学习能力。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主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皮质醇。那皮质醇呢，它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hippocampus 海马区。我们知道这个 hippocampus 海马区呢，主要就是处理我们的记忆。然而呢，当太多的皮质醇储存在我们的这个海马区的时候，它会切断我们海马区里面神经元的连接。除此之外呢，它也会压制这个新的神经元的产生，从而导致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新的资讯，并把新的资讯变成记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学习的原因。然而，设计大脑的这个设计者呢，是非常聪明的。他知道说，适量的压力对我们有帮助，但是过多的压力呢，会导致这个肾上腺激素还有皮质醇过量，从而伤害我们的身体。因此呢，他也设计了另外一个激素 （Brain-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）。或者我们称作 BDNF。BDNF 呢，就好像一个和平使者，它可以在这个海马区呢，去跟这个皮质醇产生一个平衡，从而导致皮质醇呢没有办法影响我们这个海马区。而这皮质醇呢，它产生的来源呢，也包括了通过我们的运动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运动可以对我们大脑的影响，你可以看我上一期的视频。虽然说我们有 BDNF 去帮我们压抑这个皮质醇哦，但是如果呢，我们还是长期处于压力，而我们的肾上腺不断的去产生更多皮质醇的时候呢，最终这个 BDNF 呢还是会败下阵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身体有足够的这个 BDNF 呢，去继续的抗衡这个压力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呢，我们需要压力管理。那压力对我们日常生活又会造成怎样的一个影响呢？今天如果你是学生的话，如果你长期承受压力的话，那会影响你在学校的表现，包括你的智力、专注力、集中力以及思考能力都会下降。一般像小孩子呢，最大的压力来源呢，其实是来自于家庭，尤其是他们的父母。所以呢，一个家庭里面如果父母时常争吵的话，时常不和谐的话，其实呢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压力，从而导致了这个学校的表现变差。以疫情发生之前来说呢，研究显示，美国商业界一年因为压力所造成的损失呢，高达3000亿美金。其中呢，这个费用呢就包括了医疗费、补偿、离职以及缺席等等。尤其是在缺席里面，一天呢平均有100万人在工作的时候缺席，而其中的48%缺席的原因呢，就跟压力有关系。而造成职场压力呢，主要有3个因素。第一个因素，你所经历的压力类型。我们之前有提到，好的压力呢，其实可以让你更加的有动力。第二点，你工作是否有趣或者是无聊之间的这个平衡点。如果呢，你的工作太过的无聊，其实也会产生压力。那或者是呢，你的工作呢，其实太过刺激，也会对你造成压力。第3点，你在家里的情况。要知道，我们在家跟在工作用的都是同一个大脑，所以如果你家庭已经是很压力的，那么你其实会自然而然的把这个压力延伸到你的工作上。所以简单来说呢，当你被寄予这个过大的期望，而你又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事件的结果时，你就会感觉到职场压力。这一章节呢，我个人觉得很有趣的，其实是关于这个皮质醇跟 BDNF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。首先，我们知道这个压力的重要性，它就是可以让我们继续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但是呢，设计者也知道，如果说只是单单有压力的话，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。因此呢，也做了这个 BDNF 来保持这个平衡。而这个 BDNF 呢，它也是可以通过很简单的这个运动就获得的。而人脑的设计本来就是为了运动而设计的，所以呢，其实这个 BDNF 对我们来说呢，是一个很容易获得的东西。只不过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，人类越来越懒，越来越不去运动，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人呢，那真的我会鼓励你开始计划一个运动的时间表。另外一点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大脑的设计其实是为了处理短期的压力，所以为了减轻我们有长期压力的这个状态呢，我们应该把所有我们要完成的事件，包括你的工作项目，都尽量的去把它分化为最小的质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。下期呢，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解说更多这本大脑原则的内容。下期见。